Hello， 经过昨晚一整天休息的非常的足够，我们今天终于来到这个漂亮的冰河湖了。今天的气温13度，风有点大，但是呢不会冷，感觉呢也是蛮舒服的。话不多说，我先让你们看看这个漂亮的景色吧。来了。OK， 大概有整年的时间都没有上载影片了。中风过后呢，健康的问题啊，然后用了很多钱啊，然后加上那个疫情之后，那个经济的影响啊，然后很忙咯，在于要去调理身体啊，然后要去赚钱啊，因为疫情间收入大的减少，然后又加上中风这些事情，差不多毕生的那个储蓄都用完了。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想这样多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的脑中风是那个爆血管嘛，然后那个淤血呢就形成一个永久的一个疤痕啊，永久的疤痕，它是不会消失的。那个神经科医生说是可能那个脑的部分呢是那个会影响冷的神经哦，所以我就特别的怕冷。还有那个手一直都会麻痹了。我就想，既然自己有缺陷是说怕冷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克服这个问题，然后尽量冲冷水澡了。然后之前我去了墨尔本啊，冬天的墨尔本，然后还有新西兰，也是大概去年的时候我去了新西兰，在南岛的时候气温可能到1度都 OK， 我感觉都 OK 了。然后来到冰岛这边，都是10多度，7、8度左右，所以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呢，冰岛它感觉上在数据上是说没有新西兰这样冷。可是来到这边就不一样，这边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干燥，而且那个风是有点刺骨了。当那风吹来的时候，感觉特别的冷。在这1、2年之间呢，我克服这个怕冷的那个进度呢，我觉得是跟当初刚刚病发的时候那个怕冷的程度啦。可能是减少了，应该有70-80%吧。来，我们再看看风景吧。这次我们来冰岛旅游呢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车顶上的帐篷然后是睡在睡袋里面哦，基本上是不会说太过冷了。都还好，我觉得出来旅行的意义呢，就是要体验一些在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舒适圈不一样的事物。好像在马来西亚，基本上我们是不可能在外面，然后在车顶上睡觉。然后趁这次冰岛旅游呢，这个天气是马来西亚绝对感受不到的。然后我就问老婆看可不可以我们住在车顶上，还好老婆说我们应该尝试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租了，然后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了。
早一天呢，我就拍我们的露营车给你们看吧。其实我来的时候啊，我在想冰岛会不会有北极熊，然后我就上网去找资料了。原来偶尔是会有北极熊来到冰岛了，他们随着这种碎冰这样飘过来哦。冰岛政府呢，为了人民的安全啊，当他们发现北极熊的时候，他们就把那个北极熊杀掉。所以呢，在冰岛看到北极熊呢，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了，对于那个北极熊来说啊。假如你问我接下来这个频道会不会继续更新呢？我可以说是会啦。可是我想以不同的形式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。主要还是以料理烹饪为主啦，这是我的兴趣。然后我会融入多一点其他的兴趣进去了，比如说，目前我的家在装修。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装修的心得啦，然后还有我很喜欢去做家居的 DIY 啊，然后我也做一些 DIY 的记录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跟继续支持我的频道。假如你第一次看我的频道呢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